睡前聊历史，每天一个历史故事。今天我们聊的是念念将军狄青。北宋仁宗嘉佑年间，东京汴梁的紫宸殿内，文武百官依序而立。在这片象征着帝国最高权力的空间里，衣冠济济，珠子满堂。然而，若仔细观察，便会发现一个微妙的现象：站在武官行列最前方的那位枢密使，总是微微低着头。他叫狄青，大宋帝国的最高军事长官。与其他身着华贵朝服的官员不同，他的脸上有2行清晰的青色印记，那是宋代士兵特有的面颞，一种刺在脸上永不褪色的身份标记。在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的宋代，一个脸上刺着字的武夫竟能位列宰执，这本身就是对士大夫价值观的挑战。每一次上朝，狄青都能感受到那些投来的目光，好奇、审视、轻蔑以及毫不掩饰的厌恶。这道刺青如同一个永恒的烙印，将他与这个文治昌盛的时代隔离开来。狄青的故事始于一个义字，也始于一个耻字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，狄青出生于汾州西河（今山西汾阳）一个贫寒农家。关于他早年的记载甚少，为《宋史·狄青传》中短短一句“处理其御马职，选为散职”，透露了他军旅生涯的起点。而他脸上刺青的来历，则与一桩家庭变故有关。其兄狄素与乡人斗殴，将对方推入水中致死，按宋律当偿命。年仅16岁的狄青挺身而出，代兄受过，被逮罪入京，篡名斥疾，脸上刺字，充军入伍。宋代的情面制度始于晚唐，盛于5代，至宋已成定制。为防止士兵逃亡，新兵入伍时需在面部或手部刺字，并涂以墨汁，终身不退。这本是一种管理手段，但在社会观念中，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的偏见根深蒂固，士兵与罪犯常被等量齐观。狄青脸上的刺青，正是这种低下身份的直观标志。然而，这道耻辱的印记，并未掩去狄青身上的光芒。宋仁宗宝元年间（1038至1040年），西北边境烽烟骤起，党项首领元号称帝建国，屡犯宋境。在三川口、好水川、定川寨3次战役中，宋军接连惨败，损兵折将，朝野震动。正是在这国家危难之际，狄青迎来了命运的转折。《宋史》记载，狄青临敌被发，戴铜面具，出入贼中，皆披迷墨敢当。他每战必为先锋，披散头发，戴铜制面具，冲锋陷阵，所向披靡。在4年间，他参与大小25战，身中8箭，最严重的一次箭足穿透头颅，仍奋战不休。这种近乎疯狂的勇猛，使他在西军中声名鹊起，从普通士兵累迁至泾原路副都总管，经略招讨副使。但真正改变狄青命运的，并非仅仅是他过人的勇武。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注意到了这位特别的将领。一次，范仲淹召见狄青，与之谈论兵事，发现他虽然出身行伍，却颇有见识。范仲淹遂取出一部《左氏春秋》，郑重赠与狄青，并告诫道：“将不知古今，匹夫勇耳。”这句话如醍醐灌顶。狄青自此发奋读书，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。一个脸上刺着字的武夫，开始了向儒将的蜕变。这段经历不仅提升了狄青的军事素养，也为他赢得了部分文臣的尊重。在重文轻武的宋代，这是武将在政治舞台上生存的重要资本。如果说西北战事让狄青崭露头角，那么平定农治高治乱，则将他推向了军事生涯的顶峰。皇佑4年（1052年），广元州（今广西靖西、那坡一带），蛮族首领农治高举兵反宋，叛军势如破竹，连破雍、衡、贵、恭、滕、吴、丰、康、端9州，直逼广州、岭南震动。宋廷先后派遣杨田、曹休、于禁等多位大臣率军征讨，皆无功而返。当战报传至京师，中外骚然。此时，狄青主动上表请缨，他在给仁宗的奏书中写道：“臣起行伍，非战伐无以报国，愿得番落其数百，亦以进兵击贼首至阙下。”他的请战获得了批准。仁宗任命他为宣徽南院使，
京湖南北路宣抚使，总领军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仁宗特别下令岭南诸军接受嫡亲节度，这是极为罕见的专征之权，足见朝廷对其寄予厚望。嫡亲的军事才能在此次南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他敏锐地意识到，此前宋军屡战屡败的原因在于号令不专，诸将各自为战。抵达前线后，他首先整肃军纪，集合诸将，当众处斩了违令出战而败的广西前辖陈属及其部将32人，诸将鼓励，莫敢仰视。经此雷霆手段，军中人人自立，皆有余勇。随后，狄青采取了高明的心理战术。时值皇佑5年正月，适逢上元节，狄青宣布大宴3日，第一夜宴请高级将领，第二夜宴请中级军官。叛军细作探得消息，以为宋军将休整过节，遂放松警惕。殊不知，第二夜2更时分，狄青忽然称病离席，实则已披挂上阵，亲率精锐，一昼夜急行军越过天险昆仑关。贼方叫西出逆战，双方在归仁铺展开决战。面对叛军的标牌军，狄青巧妙运用骑兵战术。他预先训练了一支番落骑，战时分为左右翼，伺机冲击敌阵侧后。当战事焦灼之际，狄青执白旗挥番落骑兵张左右翼出贼后交击，叛军阵脚大乱，宋军乘势掩杀，斩首2200级，农志高败走，后逃往大理国。这场持续1年多的叛乱，狄青仅用数月便彻底平定。当捷报传至京师，仁宗大喜，对宰相说：“速议赏，缓则不足以劝矣。”他力排众议，擢升狄青为枢密使，加同平章事，使之成为宋代极少以军功拜相的武将之一。然而，对于狄青而言，枢密使的高位不是荣耀的巅峰，而是噩梦的开始。宋代枢密院掌军国机务、兵防、边备、戎马之政令，出纳密命，以所邦制。其长官枢密使与同平章事、宰相合称宰执，是最高决策层成员。自宋太祖卑9世兵权以来，为防止武人专权，枢密使多由文臣担任，武将出任此职极为罕见。狄青的任命在朝堂引发轩然大波，反对之声如潮水般涌来，而理由惊人的一致，非官才能，皆因出身。宰相庞吉率先发难，他援引历史教训，轻启行伍，位置执政，众论纷然，以为国朝未有此比。言下之意，狄青的晋升破坏了祖宗法度，可能重蹈5代5人乱政的覆辙。知制告刘昶的言辞更为激烈，他在奏书中写道：“今外说纷纷，虽不足信，要当使无后有。宁复清，无使负国家。为了国家的安全，宁可冤枉狄青，也不能冒风险。”最致命的一击来自文坛领袖欧阳修。皇佑5年1053年7月，欧阳修呈上《论狄青札子》这篇奏书，堪称宋代文官猜忌武将心态的集中体现。欧阳修承认狄青其心不务为军事所喜，但笔锋一转，指出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，岂是国家之利？他列举了3条理由：其一，狄青掌枢密、掌机密，位高权重；其二，卿之事迹张卓如此，声望太高；其三，小人无知，闻国家骤进卿，又见卿之接人也，常折节谦光，容易收买人心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，欧阳修在奏书中反复强调一个细节：狄青家的狗头生角。在当时的观念中，这是孽相，预示着臣子将有不臣之举。这种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的迷信说法，却被严肃地写入奏章，作为弹劾一位功勋卓著将领的证据。面对汹汹雾意，仁宗曾试图保护这位功臣，他私下召见狄青，命御医调制药剂，欲为其除去面孽。这看似是皇帝的恩典，实则暗含着对狄青出身的否定，仿佛洗去刺青，便能洗去他卑微的过去。狄青拒绝了，他的回答饱含深意：陛下以功着臣，不问门第，臣所以有今日，有此孽耳。愿留以为军中壮士之劝。陛下因功提拔我，不看出身，我能有今天，正是因为这道刺青。我希望能留着它，激励军中的将士们。这番话展现了狄青的政治智慧。他明白，除去刺青并不能改变文官集团对他的看法，反而可能失去与士族的联系。
但这番表态在文官眼中却被解读为对武人身份的固执，甚至是对士大夫价值体系的挑战。在枢密使人上，狄青如履薄冰，谨言慎行。然而，猜忌一旦生根，便会自行滋长，无需适时的浇灌。嘉佑元年1056年6月，一场意外成为狄青政治生命的转折点。狄青宅邸遭逢火灾，他不得不携家眷暂居相国寺。这本是寻常之事，却被政敌大做文章。有人上书称，狄青在寺中行止殿上有僭越之嫌，又有人说他家中夜间有怪光、穿黄衣等。这些捕风捉影的传闻在政治斗争中迅速发酵，成为攻击狄青的利器。在文官集团持续不断的压力下，仁宗的信任逐渐动摇。他召见文彦博，试图为狄青辩解，狄青是忠臣。文彦博的回答简洁而致命：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？这句话直击宋代皇权最敏感的神经。宋太祖赵匡胤原是后周世宗柴荣最信任的将领，最终却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，夺取了政权。文彦博的潜台词不言而喻：今日的狄青何尝不似当年的赵匡胤？此言一出，仁宗默然。在维护功臣与防范武人之间，他选择了后者，这是宋代皇帝几乎本能的选择。同年8月，狄青被罢去枢密使之职，加同平章事衔，出判陈州。表面上是平级调动，实则是明升暗贬，逐出权力中心。离京前，狄青求见文彦博，悲愤问道：“卿无功而受谴，何也？我并无过错，为何遭此贬谪？”文彦博直视这位曾驰骋沙场的将军，冷冷吐出4个字：“朝廷疑耳。”朝廷怀疑你，不需要证据，不需要罪名，仅凭怀疑就足以毁掉一个人的前程，甚至生命。这句话如冰水浇头，彻底击垮了狄青的心理防线。在陈州的日子，狄青成了真正的囚徒，不是牢狱之囚，而是心理之囚。朝廷每半月便派使者前来抚问，名为关怀，实为监视。每一次使者到来，狄青都惊疑终日，生怕又有什么新的罪名加诸己身。这位曾在千军万马中面不改色的铁血将军，最终在无尽的猜忌与恐惧中崩溃。宋史记载，狄青在陈州居发眦。一种说法是口唇附近的痈疽，另一种解释则是因极度忧惧而导致的精神崩溃。无论何种病因，其根源都在于那无法摆脱的政治压力。嘉佑2年1057年3月，狄青病逝于陈州，年仅49岁。消息传至京师，仁宗发哀，赠中书令、侍武乡，给予了隆重的哀荣。生前防之如贼，死后极尽哀荣，这莫大的讽刺正是狄青悲剧的最佳注脚。狄青的悲剧远非个人命运的不幸，而是宋代政治制度的必然产物。自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时，宋代便确立了一套严密防范武将的体制。枢密院掌调兵权，3衙、殿前司、侍卫马军司、侍卫步军司掌统兵权，相互制衡，实行更术法，使兵不识将，将不知兵，大量任用文臣担任军事要职，甚至前线统帅。这套制度有效地防止了唐末5代以来武人割据、篡位的乱局，维护了中央集权和政权稳定。两宋320年无重大武将叛乱，与此制度设计密不可分。然而，其代价是军事效能的严重削弱，将领缺乏权威，士兵缺乏训练，军队战斗力江河日下。狄青的军事才能之所以如此耀眼，恰恰因为他是宋代军事体制中的艺术，一个罕见地突破了制度约束，得以施展才华的将领。狄青脸上的刺青，成为这种制度矛盾的绝佳象征。它本是一个防止士兵逃跑的管理标记，在宋代特殊的政治文化中，却演变为武人卑贱身份的标识。狄青越是成功，这道刺青就越是刺眼。他时刻提醒着文官集团，这个人与他们不是同类，这个人代表着他们试图压制的那种力量。耐人寻味的是，随着时间流逝，狄青的形象在民间发生了奇妙的转变。在南宋话本《元明杂剧》中，狄青成为传奇英雄，面臬不再是耻辱，而是上天赐予的非凡标记。
明代小说《水浒传》中的青面兽杨志显然有狄青的影子。这种民间记忆的改写，反映了普通百姓对这位悲剧英雄的同情与怀念。然而，历史的残酷在于，无论后世如何美化，狄青本人的命运都无法改变。他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，国家需要武将保卫疆土，却又极度猜忌武将；社会需要军事力量维持安全，却又鄙视军人身份。在这种结构性矛盾中，狄青的崛起与陨落几乎成为一种必然。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，狄青的故事提出的问题依然发人深省：一个社会应当如何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与尊严？制度设计如何在维护稳定与鼓励进取之间取得平衡？对权威的防范应当止于何处，才不至于扼杀杰出人才的成长？狄青脸上的那道刺青，如同历史的一道伤疤，提醒我们，最坚固的牢笼往往不是砖石砌成，而是由观念与制度编织而成。而真正的悲剧在于，被困其中的人至死也未能挣脱。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。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，我们下期见。